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盘点一下中国上半年整体的一个经济运行情况也算是做一个回顾和总结。那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呢，基本都出来了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谈这么两部分的内容。那第一部分呢，我们是根据这些数据来分析和评判一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整体的一个运行情况。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说一下中国经济上半年能达到这个结果的原因以及给未来留下的一些隐患。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上半年中国经济的一些核心指标首先我们来看 GDP 这个数据大家先看这张图这张图呢，大家可以看到，在2019年呢4个季度GDP 都在6%以上，分别是6.4%、6.2%、6.0%、6.0%。那到了一季度呢，因为疫情的冲击整个经济陷入一个冰点那下滑了6.8%。然后到二季度呢，有一个迅速的反弹达到了3.2%。那3.2%这个数据呢，是超出了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的普遍预测的它这个预测的区间呢是在2.5%到3.0%结果二季度出来的数据比这个好。那整个2020年上半年整个的经济呢还是同比还是下滑的，是下滑了1.6%那三季度、四季度呢，很多经济学家预测可能会回升到5%或者6%的一个增长。那全年的经济增速呢，可能在2%或3%之间我们现在姑且就不考虑这个下半年的一个情况因为下半年有很多不可测的因素嘛，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都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我们这个说一般拉动 GDP 的这个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那我们把它展开来讲把 GDP 的这三驾马车呢给它展开来看一看。那投资呢，我们主要就是关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消费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指标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那出口呢，我们主要就关注这个进出口总额以及贸易顺差的一个情况。那看这三驾马车呢，就是上半年这个经济数据反映出来的情况就如果我用一句话概括呢，就是投资很旺盛出口有韧性，但是内需呢却很萎靡。那我们现在就分别看一下这三驾马车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固定资产投资。那投资呢，历来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动力就是通过大兴土木，通过搞基建和房地产来拉动经济的发展。那大家看这张图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在这个疫情的前几个月的时候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是大幅的下滑从这个5.0%以上的这个平台迅速下滑到24.5%、16%，然后逐月开始回升。那整个上半年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呢它是这个下滑3.1%逐月的回升。那1到5月份呢，大家可以看到是负的6.3%整个这个上半年其实是收窄了3.2个百分点。那其实你根据这个估算呢其实可以看到整个6月份的固定资产单月的这个它是同比增长是非常高的是同比增长高达12.9%。那其实这个累计数据降幅的逐月收窄它就意味着单月的大幅增长也只有这个单月的大幅增长呢，才能抵消这种降幅才能形成这种降幅逐月收窄的情况。所以说当你看到这个1到6月份已经收窄到负的3.1的时候，其实已经意味着这个5月和6月单月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已经转正了，而且应该是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那固定资产投资呢，我们再把它扒开来看它又包括这个三部分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房地产开发投资第二部分就是这个基建投资，第三部分就是制造业投资。那这三项投资呢，基本差不多占到了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75%到80%这个比例。所以说你拆开来看一下这三部分的一个情况才能看到理解这个全貌。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最强劲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就是这个最强劲的一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这个房地产开发投资这个一季度下滑的非常厉害，从这个10%以上的平台突然下滑到负的16%、7.7%，很低的一个增速，然后逐月开始回升尤其是这个二季度复工以后的话，迅速的回升，等到1到6月份整个上半年的时候，已经回升到正的 1.9 了那这个回升速度是非常迅猛的可以看到上半年整个卖地的一个情况整个上半年这个房地产销售的情况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那接下来大家看这个第二张图，这张图呢就是全国房地产商品房的一个销售面积和销售增速。你可以看到整个下来这个一季度下来以后迅速的回升迅速的拉到这个负的5.4%的这个一个增速。那整个的这个销售房地产商品房的销售额的这个增速比这个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增速好一点这个销售额是下滑了5.4%，销售面积呢是下滑了8.4%。
这说明这个房地产销售的单价啊，这个均价有所上升。这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啊，也是投资3项投资数据里面最强劲的一个数据。那接着我们看这个投资数据里面的第2个数据啊，也就是这个制造业的这个投资的同比增速。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制造业啊，本来它这个增速就不是很高啊，就是在疫情之前，在去年的时候，它本来增速就只有2%、3%这个平台啊，投资这个固定资产这个制造业的投资非常低迷啊。原因是什么？原因大家我相信也知道，因为这个制造业投资不赚钱，很难赚钱啊，实业艰难嘛，所以说这个制造业的投资就比较低迷。那经过这次疫情以后，那下滑非常迅猛啊，下滑到31%，然后一直恢复到上半年到6月份截止啊，也才恢复到负的11.7%啊。虽然它也是逐月收窄的一个过程，但是它这个收窄的这个幅度也好啊，或者收窄的这个速度水平，它都弱于这个整体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这个恢复啊。所以你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次制造业投资的这个恢复啊，不是那么理想。好，第3个呢，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基建的这个投资增速。基建呢是整个上半年这个同比增速是下降2.7%啊，它也是一个逐月回升的。那大家看这张图啊，这张图呢，它就是把这个3项投资的数据全部放到一张图上啊，就是这个地产投资、基建投资还有制造业投资，然后对比来看。那对比来看，大家可以看这个最上面那个红色的线，就是地产、房地产开发投资，它的恢复情况是最好的，达到正的1.9%，对吧？接着其次就是基建投资是同比下降2.7%啊，也是反弹的非常剧烈。那最差的就是这个制造业投资啊，依然是在负的11.7%这种水平。所以说，通过这个图呢，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啊，整个固定资产投资里面它也是有分化的啊，最强的就是房地产，其次是基建，最差是制造业。好，这就是固定资产投资。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3驾马车啊，拉动 GDP 的3驾马车里面的消费。消费呢，我们重点关注一个数据，就是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那大家看这张图啊，这张图就可以看到，这个在19年的时候啊，疫情之前的时候，基本是在8%以上这个平台啊。那等到这个疫情以后，迅速的下滑啊，消费迅速的这个冰冻，进入一个负的增长的一个状态。然后呢，等到这个6月份最新的数据呢，啊，它是这个负的1.8%啊。当然，它这个数据是单月的同比的比较，单月的一个同比增速。前面我们看固定资产投资的那几个数据都是这个累计的这个同比数据。那实际上1到6月份，如果我统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到6月份的数据呢，啊，它其实是同比下降了10.4%啊，下降的也是还是非常猛的。那整个消费这块呢是非常非常的低迷啊，但是消费里面有一个亮点，这个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网上零售额。那整个实物商品的网上零售额呢是43481亿元啊，而且是同比增长了14.3%，占到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的25.2%。那我这边呢还有一个就是各国啊关于这个网上零售的渗透率的一个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整个网上销售啊这个渗透率最高的就是中国啊，当然它这个图的数据啊可能我觉得不一定准确啊，但是这个趋势大概是这样。然后其次就是英国的渗透率也比较高啊，然后再其次就是美国啊，然后欧洲那边的德国和法国呢渗透率都很低啊。不过经过这次疫情呢啊，相信其他国家的这个网上销售的渗透率啊也是一个迅速提升的一个过程。那整个零售这块啊，销售这块其实非常弱了。刚才说了，1到6月份的同比增幅实际上是负的啊，11.4%。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个啊消费的疲软还是跟这个人均收入的增长有关系，主要是人均收入的增长慢下来了啊，然后大家没有钱。那统计局还给了一个数据啊，大家可以看这张表。那这个数据呢，就是整个上半年啊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还有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一个数据。那可以看到，这个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啊，就是上半年只有15666啊，名义增长2.4%，但是如果扣除价格因素啊，也就是扣除通胀因素的话，那实际增长是负的1.3%。那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呢，啊，名义增长是负的5.9%，如果扣掉这个通胀因素呢，就是负的9.3%啊，所以可以看到整个消费呢还是一个下滑很萎靡的一个趋势啊，大家口袋里没有钱啊，如果扣掉这个通胀因素以后的话，那整个啊购买的实物量就更少了。再加上整个啊上半年大家知道这个整个就业情况啊，包括整个提这个地摊经济啊整个这个就业情况
也很不理想尤其是大学生的这个失业率创了新高。6月份有一个数据出来，20岁到24岁的这个大专学历以上的就业人员调查失业率达到 19.3%这还是官方给的一个数据，非常高的一个失业率。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拉动 GDP 的第三驾马车就是外贸。那外贸这一块呢，可以说韧性很强逐月呢都在回暖。那到了6月份呢，基本进出口数据呢都恢复到了一个正的增长那大家先看这张图，那可以看到这个上半年呢，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呢是14.2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整个上半年同比是下降 3.2%， 那降幅呢比5月份收窄了 1.7个百分点。那整个的贸易顺差呢是11889亿人民币如果折合成美元呢就是1678亿美元。那6月份单月的这个进出口总额呢是2.7万亿人民币已经是同比增长 5.1%就如果你看单月的数据的话在6月份的话进出口都是同比增长的。那大家看这个图也可以看到，就是你看一下这个进出口同比的变化，你可以看到这个出口呢自4月份以来就已经是连续3个月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而进口呢在4月5月份这个经过2位数的这个大幅下滑以后，在6月份呢它也转负为正了所以整个到6月份以后进出口双双转正。然后接着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三大贸易伙伴就从三大贸易伙伴的一个情况。那三大贸易伙伴呢，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东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是欧盟，第三大贸易伙伴是美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进出口总额呢东盟是2979亿美元，欧盟呢是2842亿美元，美国呢是2340亿美元然后我们最后再看一下最重要的贸易顺差数据。那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呢，我们是从他身上赚了301亿美元。那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呢是赚了604亿美元，美国呢是赚了1211亿美元所以看到好像正好是个2倍的关系欧盟是东盟的2倍，美国是欧盟的2倍，是吧？好，那这个呢就是整个第一大部分，就是我们介绍了构成 GDP 三驾马车的投资、消费和出口我们挨个进行了分析。而最后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几个特点就是这轮复苏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工业生产明显是快于需求的。然后这个固定资产投资里面呢，基建和地产又是先行复苏，然后制造业呢复苏比较缓慢。然后呢，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企业部门呢这快速反弹，但是居民部门也就是消费端部门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它的恢复呢很缓慢。所以说这就是整个第一季度这个上半年这个经济恢复的一个情况。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部分就是哪些因素驱动了中国经济2季度的这个迅速反弹那首先第一个呢，肯定是疫情的控制疫情的全面控制呢是经济2季度复苏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个疫情的控制也就谈不上这个2季度的复苏。那大家知道这个1季度中国它那个时候是疫情全球最凶猛但是到了4月份呢，到了2季度以后呢，海外反而变成了这个重灾区。那目前的海外非常严重，每月呢以25万例的这个速度在增加这个非常可怕从第1例到1000万例呢用了将近6个月时间但是从1000万例到2000万例呢可能只需要也就是不到2个月的时间未来从2000万到3000万可能就1个月不到的时间就都到了所以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指数级增长这个和线性增长那是两码事指数级增长是非常可怕的。好，这是中国经济2季度迅速反弹的第一个因素就是疫情的控制因为只有疫情的控制，你才能去复工开工，才能搞固定资产投资不管是基建拉动还是房地产的拉动，然后你才有这个条件嘛。那第二个因素也是非常核心的因素，就是这个天量的信贷投放。那按照央行行长6月18号在陆家嘴金融论坛的说法就是整个2020年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呢是在2020年是达到要超过30万亿，那新增的人民币贷款呢要接近20万亿。那这么海量的信贷资源投放下去以后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放水投下去以后，那必然会推动中国经济2季度的这个迅速反弹。那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是2018年到现在到6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与存量的一个增速可以看到这个橙黄色的线呢就是每个月的这个社融的一个增量那个蓝色的线呢就是一个增速。那蓝色的线你可以看到明显在2020年这个社融的增速上去了，是吧？高的时候你看到6月份的时候都快接近 13% 了非常快的一个增速。然后单月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它1月份一个很长的一个竖条，对吧？到了3月份又一个很长的竖条，然后4、5、6它也不小也很长，就是相比18年的
前6个月，或者相比19年的前6个月，明显这个社融的增量都大得多。那实际上呢，这里面我要讲一下这个什么叫社会融资规模啊，很多人可能对这个概念还不熟悉。那社会融资规模呢，其实它包括4部分啊，就是第一部分就是表内贷款，就是这个商业银行的贷款；第二部分呢就是表外融资。那表外融资呢，就是这些委托贷款啊、信托贷款啊，或者这个银行的一些票据啊。那第3部分就是这个直接融资，也就是我们说的股票市场的融资或者债券市场的融资啊。然后还有一个其他方式啊，反正就这么4部分构成的。那统计社融呢，它这个数据比较综合啊，它不光包含了这个银行表内的这些东西，还包含了很多的影子银行的东西啊，所以就用这个社会融资规模来表达这个整个全社会的这个融资的一个体量啊，或者说放水的体量。那刚才我讲了，就是整个整个央行行长啊，这个6月18号他说全年要达到这么多。那整个上半年我们达到多少呢？上半年大家看这张图，上半年呢这个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已经达到20.83万亿啊，比上年同期多了6.22万亿。那人民币贷款呢是增加了12.09万亿啊，同比多增2.42万亿。那实际上这个当量啊大家算一下就知道，这个20.83万亿啊除以30就是全年的30，那其实社会融资规模已经投放了将近69%啊，70%一个体量。然后人民币贷款呢是投放了12.09万亿啊，你如果除以全年的20万亿啊，就是将近60%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基本上半年啊把全年的这个信贷投放基本一多半都投进去了。所以说到了下半年呢可这个量可能就会有所减少。那整个大家在这个看了这个整个信贷的投放就能理解这个中国经济为什么上半年这个恢复的这么好因为这个钱砸下去以后去搞了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的见效是非常快的，它迅速的可以看到一个效果，马上呢就能把这个基建的项目带动起来，整个经济就会有一个回升那这个当然也是有隐忧的，是吧？有很大的隐忧。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这个关于贵州省一个贫困县，就是独山县的那个视频视频的名字叫马前卒暴走，亲眼看看独山县怎么烧掉400亿那这个呢这个视频非常典型它就是告诉你，通过商业银行的这个海量信贷投放以后，可以推动当下的经济发展当下是可以带动就业可以带动钢材、水泥、这个房地产一系列的经济指标都可以带动但是呢它对未来呢埋下了很多的隐患很多的项目到最后是没有现金流的也是最后可能会被废弃的所以要不就是有一句话叫说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透支未来呢，它可以推动当下的经济发展通过大基建启动大基建项目，可以提升经济、刺激经济但是呢给未来留下了这个无穷的隐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财富也进行了悄无声息的转移，对吧？这个财富呢通过商业银行的信贷可能就到了这个包工头手里到了这个房地产商手里到了这个项目施工方手里到了这个这个建筑商手里。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张这个很震撼的一张图就是2018年到现在整个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一个余额大家看这张图可以看出来整个2018年当时年初的时候呢，整个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呢还在210万亿不到。那然后到了2020年这个6月份的时候整个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就已经到了270万亿短短的2年半时间增长了60万亿，也就是有60万亿的信贷投放了下去，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货币之水有60万亿砸了下去。那在之前10年之前，可能这个60万亿的信贷投放可能需要7、8年甚至10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到了现在这个体量以后你看这个60万亿的投放也就2年半的时间。那如果按这个央行行长说的，就今年全年是投放30万亿社会融资规模30万亿，那意味着2年在未来的话2年就可以投放60万亿，就这个速度会越来越快因为总的体量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天量的海量的信贷投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尤其是推动这个固定资产的投资但是它透支了未来透支了这个很多未来的发展。那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先到这里我总结一下。那今天呢给大家看了中国2020年上半年整体的一些经济数据可以看到整个2季度呢中国经济的恢复非常强劲。那这里面的一个核心动力呢就是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这个房地产和基建投资。那其次呢就是韧性比较强的进出口数据可以说即使是在贸易战25%的这个关税大棒的打压下中国世界工厂的优力中国世界工厂的这种威力依然存在。那不得不佩服中国民营企业的这种竞争力，还有中国人民的这种勤劳和努力
当然呢，最弱呢就是这个消费啊。消费的低迷呢，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它主要跟中国经济的分配机制有很大的关系啊，有很多分配不公的问题，那需要呢深层次的改革啊。最后呢，给大家分析了推动2季度经济迅速回升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社会融资规模。那社会融资规模呢，可以说啊，这个是08年以后啊推动中国经济的一个核心的力量啊，也就是人们常常所说的这个债务推动性啊，债务驱动经济发展。那走到今天呢，整个社会融资的规模的存量呢已经达到270万亿的这个规模啊，所以放水呢放的就是这个水。所以如果大家能理解这个以后呢，你就能理解钱即是债，债即是钱。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